霍长鹤看着他精致小巧的脸，忽然就想，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，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。他自己要红的，与我无关。耳朵红了嘿，害羞了嘿。哦哟哟，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，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，害羞了嘿。哦哟哟，小兰呢？治他。大哥，小白怎么你了？王爷叔叔，你是生气了吗？为什么生气啊？大嫂，我谈成了，这是银票。我们东家说了，这只是预付款，代书完成之后还会有，将来卖得好也会有二公子一份。有心了。长旭，把剩下的书稿给他。是。这些你先拿回去，我看过现在卖得好的书，这些足够你们一上两册，其他的这几日还会再写，写好之后再送。你们也不要等一下子出完再卖，可以一册一册的卖。可是这书不写完就开始印，会不会？不会，一口气看完固然好，但如果故事吸引人，不一下子给完，只会让他们更想看，更愿意买。大掌柜，你想想你方才在来的路上是什么心情？哦，是，在下受教了。那我先拿这些回去，等二公子再写剩下的来。夫人，二公子，在下希望这本书……你且放心，这书只给你们家，不会给别人，让你们独家出书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，在下告辞。长旭，送大掌柜。不劳二公子，留步。大嫂，多谢。谢什么？这是你应得的。不，大嫂，不用给我，更不用这么多，我只是记录。再说之前给我的还没有用过。不用给他，他要钱也没有用，省得被人给骗了去。你能喝这个吗？这酒是徐城名品，很容易醉的。无妨，今日高兴，我少喝一些。再说我酒量可以的，你也尝尝。暗卫都安置好了吗？好了，你不是说今天晚上想再去一趟大国寺？明天我再带你去见他们。行。月儿，你先小睡一下，我们晚点再。王爷，过来坐下。颜如玉双手捧住他的脸，凑了上来。玉儿，你这耳朵又单独行动了。王爷，霍长鹤，你有没有别的心上人？没有。可是，那后来呢？那时候，不论以前后来，什么时候都没有。玉儿，我只要你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是仙女，是上天对我的恩赐。对，我是仙女。你是？我是你的夫君，玉儿，我永远都是，也只要你一个。我对霍家祖宗的在天之灵发誓。玉儿，今天晚上哪里也不去了，好好休息。为何？不是说要去大国寺的吗？没事，有人看着，明天再去也不迟。不行，我颜如玉说到做到，说了今天晚上去就必须。他边说没有防备，脚下一软，踩到自己的裙摆，身子往前一栽，赶紧伸手抱住他，往后一倒。怎么天旋地转了？别过头，又转回头，然后对准，用力的亲上去。你弄疼我了。颜如玉低头，似报复一般，在他嘴唇上用力一咬。恰在此时，窗棱呜呜响两声。谁啊？谁？说话。王妃，是小兰。今天晚上还我的眼睛瞎了。怎么了？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，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。王爷，祖宗，你知道吗？我谁都不怕，可我到了这里，这个狗屁的皇权时代，我得顾及这个，顾及那个。你知不知道？我报你的恩，爷爷说知恩要图报，不能忘，所以我对你的家人好。我本来就是想要报恩，但是你霍长鹤，你还挺好的。我呢，就有点那啥，你知道吧？可是，即便你是恩公，你再优秀，我也不能和别人共享你，不能。
我颜如玉绝不。所以你要想好，你有一路的时间可以想。等到了西北以后，给我一个答复。若是娶我，那就只能是我，不能再要任何人。什么通房、侍妾，统统不行，明白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已经是我的王妃了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等到了西北，我会再给你一场婚礼，再正式娶你一次。至于别人，一概不会有。王妃，肚肚饿。等着，王妃息怒，我这就带她走。另外，我的眼睛真的瞎了，坨坨哥，快来帮忙！月儿，月儿。颜如玉睡得沉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忽然听到有人叫他：“如玉，如玉，如玉，是不是你？快醒醒，我时间不多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又不行了，操！”颜如玉睁开眼，旁边的霍长鹤也睁开眼。王爷怎么在这里？你喝醉了？我是有点醉了，不知怎么就到这儿来了。哦，没事，你歇着，我去看看。王爷放心，你酒品很好，没有失礼。为何在这哭？王妃，对不起，我吵到您了。这倒没什么，我睡觉轻，你怎么回事？我没事，我先回房间去。你还回得去吗？想一直这么下去？走吧，把眼泪收起来，哭没有半点用处。颜如玉抬手轻敲2下门。敲什么敲？大半夜的，谁给你开门？滚远点！颜如玉轻踏了几下步。宝儿，看到没有？管教媳妇儿就得用狠招，让她知道厉害，否则的话，她迟早要爬到你头上。你瞧瞧她现在，仗着会画几幅破画，整天在王妃面前晃来晃去，真以为能翻身呢？娘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你别管，看我怎么治她。我看王妃对咱们有意见，还把马车收回去。不过不要紧，还让那个贱人去要。你没事就逼着她多画，到时候我拿给王妃看，这一路上咱们就不用愁了。等到西北，再让她问王妃要房子，等咱们安顿好，就把它卖给王妃。娘，那卖的钱能给我再娶一房媳妇儿吗？何止一房，连妾一并娶了，到时候也好给咱们家开枝散叶。好，就听娘的。颜如玉扭头转身离去，宋依依也漫步跟上，她扑通一声跪下：“王妃，请您收下我，我愿意为奴为婢，伺候您左右。我不要奴婢，只要合作伙伴。我愿意为王妃效力，尽全力想出更多的衣服样式，全画出来给王妃。你可想好了？若是这样，要与我签下文书，5年之内不得反悔。若是反悔，我绝不反悔。别说5年，50年也行。话别说得太早，你现在情绪激愤，自然什么都能许诺。若是你的夫君来找你认错劝说，你婆婆对你恩威并施，你当如何？我明日让他写下休妻书，情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休妻？你有什么错要被休掉？是和离，不是休妻。要休也是你休夫。是，王妃所言甚是。自己清醒一下，天亮时再问问自己，究竟哪种是你想的？想好再来绘画。王爷笑什么？你是不是一早就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所以当时才会答应给他们母子一间房？哼，我又不是神仙，如何预料得到？王爷未免太看得起我。王妃是仙女，还是方丈的茶最好。先生若是喜欢，只管拿去。我喜欢的东西多了，也不能都拿走。比如说，有些人的命，我就挺喜欢的。方丈也不必紧张，我还是挺尊敬你的。咱们之前商量的事，方丈大师可想好了？只要不连累寺中僧人，我贫僧听从先生吩咐。都说方丈大师出关之后更通佛事，我倒觉得先生的心肠都变好了。这个时候居然还能想着不连累别人。佛说好了，我不想听佛说过什么，只在乎我说的大师能不能照做。2日后我会在城中发信号，到时候城中大乱，自会有人来请方丈。该怎么说，你应该知道。师父，别，他是我的大弟子悟明，好多事还需要他去做，而且今日他找了一个不错的生意，若是能成，会赚更多的钱。您先别出去，我去和他说。
不会让他发现您。师傅，您还是回禅院去吧，天气转凉，山洞太阴冷了。无妨，在这里闭关，为师也习惯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事明日再说不迟。师傅，弟子是想和您说，佛香之事您可拿定主意了。他本来就是做香料生意，若是卖给别人，只怕……为师知道了，也不差这一时，明日一早再说。可……好了，就这样。等我坐上方丈，就让您一直住在山洞。如月醒了，睡得怎么样呀？头痛不痛呀？身上呢？早膳吃小米粥，我这还有红糖和鸡蛋，给你拿去放心啊。走，我给你拿红糖去。起开，别挡路。那个母亲，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王爷也喝了不少，除此之外别无他事。别无他事？没有。那也该补补，女孩子嘛就该多补补的。等下我一会儿就找到了。如月，别怪母亲。我知道，你也是想让我和王爷好。您放心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会让你抱孙子的。哎，好好，别挡着门，一个个没点眼色，什么都办不好啊！大哥，你惹母亲生气了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分明就是你吧？我没有眼色吗？我昨天刚挣的3万两，我能惹他？他夸我还来不及吧？哟，3万两了不起啊！以前不是我养着王府啊。再说了，那3万两也是你大嫂的功劳。好有道理。正吃着，忽然听到一阵骂声，不用看也知道是谁。胆子肥了你，竟然敢顶撞我！我不是顶撞，说的是事实。好啊，你还说，给我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尊卑。霍宝反手就抽宋依一个耳光。哼，接着打。霍宝，刚才那一下算是我作为晚辈不能忤逆长辈，但我不过了，我不欠你的。哼，你说什么？你这个……我说什么？好，那我就重复一遍。王妃，刚才他说听说昨天二公子拿到钱府给的3万两，让我去为您要，说既然大家都是一起的，你也答应过要一起挣钱，那这钱就该有他们的一份。我说的有一个字不对吗？我说我不去，那钱是二公子挣的，人家是读书人，一笔一画写出来挣的钱，和别人没有关系。王爷能保我们平安，王妃能让我们衣食无忧，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。王爷王妃不嫌弃我们，当我们是一家人，但我们不能忘了尊卑，不能贪得无厌呢。不错，说的在理。就是，如果没有王妃，我们哪能吃得上这样的早膳呢？可不是，我还跟着霍大哥做香，哪找这好事儿？你胡说什么？我就你胡说八道。我有没有胡说，你心里有数。还有，每个人一个蛋，但我从来没有吃过，都在你的手里。我自认为足够孝敬，但你现在不分尊卑，不明是非，让我去问王妃要钱，我做不到。我宋依依无法再继续做你家的儿媳妇了。好，行啊，我正有此意。你嫁进来，蛋都没有下一个，还好意思跟我叫板？宝儿，休了他，让他知道厉害。我可告诉你，宋氏，这休书一写，你可别后悔。宋氏，你可想好了，别到时候又哭着求我，我可不吃这套。给，快拿着。哎，我眼睛瞎了，你写什么？我可看不见。慢，怎么这就后悔了？要想让我们宝儿原谅你也行，但你得去给王妃做奴婢，挣的钱都给我。我娘说的对，哼，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我就写休书。当然要写，不过不是你写休妻书，而是我要休夫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要休夫，请大家做个见证，他们母子不知尊卑，不敬王爷王妃。我宋依依不想与他们这样的为伍，怕早晚有一天被他们连累。你简直岂有此理！宋依依，你要是敢写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你别想再进我们家的门，我看谁敢要你。大家都看好了，麻烦都给我做个见证。王爷，给出个正经文书。好，没问题。我来写。即刻起，宋依依只是宋依依，与霍宝母子再无半点瓜葛。嘿，哼，
一个女子没有夫家，我看你怎么活。我有手有脚，我自己能养活自己，我现在只养活自己就够，不用再养活你们2个了。你起草一份合作文书，与你当初的一样，让宋依依签字。是。王妃，是什么文书啊？宋依依有画衣服图纸的本事，以后我还要做衣服生意，开成衣铺子，自然少不了她这样的人。不过都与你们母子无关了。另外，昨天常旭的确与前府的书局递下一本书，拿回银子。那本书只是试录，现在事实证明可行。稍后有谁会写字的，去常旭那里报名。我呢？我干什么？孟差官可去城中集市走走，先打听一下马车的行情。有谁想买马车的，也可以去找孟差官报名了。各位贵客，外面有位僧人说是有要紧事儿，想求见你们的当家人，这是拜帖。来人在何处？是什么样的人？人在何处？就在门外。霍仲莽，把人带进你的院子，不许其他人出入。啊，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上去啊！王妃，来人戴着围帽，看不见脸，不知道是谁。不过他没说他是雾明。让他进来，你先退下。僧人进来，头上戴的围帽很长，摘下来。是你？你认得我？你不是大国司的方丈吗？昨天满城的人都看到你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我贫僧的确昨天来过城里。施主，这是谁教你的？没有人教，此乃贫僧闭关时冥冥中得到一点启示。贫僧一直在寻找有缘人，昨日听悟明说施主是有佛缘之人，所以……继续说。会念吗？你最好老实如实的回答，若有半字虚言，我就让你看到自己的血。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高僧，反正你来的时候也没人看到你的脸，让你悄无声息的死在这里，是易如反掌。念，我会念。What's your name？ 回答。 My name is Tom。 你朋友呢？朋友？你不是说你叫 Tom 吗？哦，我的朋友叫Jerry 吧。颜如玉上前一步，刀尖始终对着他。你现在是说你，不是说我。我问你答，过十字路口能不能过？要看什么？红绿灯。有几种颜色？三种吧，3种。冰墩墩是冰吗？不是，是熊猫。它有多重？用刀尖点着你的心，问问你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既然你不是方丈，那你之前是谁？周润发。颜如玉冷笑，手腕一翻，刀光森然。我说我叫李细毛，因为是家中最小的男孩，还是早产，所以我爹就给我取这么个名字。但在单位的时候都用后来改的名，比较洋气，叫李赛克。恐怕还有个名字叫二驴吧。你是如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如玉，亲人呐！啊，别哭了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咔嚓一声炸雷响，我就被劈了。醒来就是在山洞，把我吓得，好嘛，愣着1天多没敢出去，也没敢吭声。后来我壮着胆子出去，好嘛，到一处沙塘边，一照就看到一个大胖和尚。我心说真哏儿哎，这和尚胖的都没形了，眼睛还那么小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我一看，这和尚是我，太哏儿了，哏儿的我都想哭啊！我能坐下说吗？如玉，你现在的身份是？我是镇南王妃。厉害呀！那我以后是不是能抱大腿了？我是在被流放的路上，王府被抄家了。啊，那你们这是？我们走到徐城，本来想做点生意，听说大国寺财大气粗，就想来问问，赚笔钱。是，我知道，流放抄家，好嘛，还得腿着去，千里的路还缺吃少穿，天马上还凉了，你这……所以啊，哪都需要钱，寺庙里你说了算吧。算，你放心，我必定帮你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那我先谢过了。怎么有难处？如果实在不好办，那就……不是，我是有件事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说。就是吧，你知道你是怎么传来的吗？我记得我是在家里睡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睁开眼睛之后就到了镇南王府，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其实吧，我好像知道那么点儿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你说说看。那什么，你家里有间小密室，你记得吧？你这不废话吗？那是我家，
我能不记得吗？不过我也只进去过几次，平时我爷爷不让我进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你爷爷告诉我的。我这不是最近才开启异能吗？你爷爷突然问起我的生辰八字，后来又说让我去你家一趟。那天我就去了，他就带我去了那间密室。哎呀，你倒是说呀，后来怎么了？那先说好啊，我说了你别生气啊。那什么，小密室里其实挺黑的，我也是头回进去，对里面也不熟悉。就你爷爷递给我一个小碗，里面装着什么液我没记住，他说让我放在红色小石槽上。其实吧，我是个病人，但是我这个人特别要强，不想让大家因为我有病而同情我照顾我，所以我一直隐瞒。你有什么病？就是我这只眼。你不会是有色弱症，红绿分不清吧？是有那么点儿。继续说。继续就没有继续了，我可能是放错了位置，然后密室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阵白光，把我眼睛都晃瞎了。我就听到你爷爷大喊一声，但当时轰鸣声跟打雷一样，我根本没有听清楚。再睁开眼时就被劈成了倒霉的胖和尚。不是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有嘛不能好好说的，干嘛动刀动枪的呀？大家都是同事，同是天涯穿越人。哼哼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到这里来吗？那你有机会体验一把当王妃的感觉，不也挺好的吗？颜如玉向前逼近一步。别，有话好说。如玉，我知道都怪我，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算扎死我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不如这样，让我赎罪怎么样？我当牛做马，为你效力。你让我上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打狗，我不撵鸡。呵呵，你这个词儿别人早说过了。再换一套。那我问你，大国寺的香能不能换成我们的？能，必须能。能不能现银结算？能，算你识相。我问你，大国寺有没有什么异样？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、古怪的事儿？如玉，你是咱们组织里能力最强的，你可要救救我呀！你到底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让我救你的？都是。你不必如此，王妃既然说了，本王就不会不听。来的是什么人？我真不知，他戴个围帽，看不到脸。那你去准备香，既然找上门来，生意应该就是成了。去吧，本王在这里守着。王爷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去那边，事情有变。方才那个人，他……如玉，你答应过的，要陪我们到西北，说只要我不纳妾，不受通房，身边没有其他女子，你就不会走，是吗？是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有什么但是？如玉，你要觉得累，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什么生意，什么赚钱，都是我应该做的事。我保证让你衣食无忧，不会受人欺辱。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没有人可以。王爷，你刚一开口，霍长河以为他还要说离开的话，脑子一热，低头吻下。我的眼睛瞎了，我的眼睛！王爷和王妃坐在大树下，亲呀亲呀亲呀亲嘴巴。王爷，我是来找周某大哥的，我眼睛瞎了，什么也没瞧见。滚蛋，如玉，谁？我眼弱，分不清。是你？那个，本来想和你说这事儿的，既然看到了，那就院里说吧。你要和我说的是这件事情？是啊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是什么？那个，我来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夫君镇南王，这位大国寺方丈大师。他还有另一个身份。他是什么身份？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吧？我小时候曾遇见过一位高人，指点我许多东西，我才能在严家那种地方活下来。是？难道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就是古代的王爷，战神，镇南王。我的妈呀，这是真的活的，杀人不眨眼的主。多谢大师，如玉以前生活疾苦，若非有您出手相助，我也许不能与他相遇。多谢。贫僧不敢贪功，是王妃自己福泽深厚，有慧根，是个有福之人，能与王爷相遇相爱，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王爷也是有福之人，现下虽受大难，但只要心坚，不怕艰难，夫妻同心，必能其利断金。王爷神武，乃百姓之福，是……
那个差不多得了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王爷和王妃站在大树下。小兰，闭嘴。那个王爷，现在的情况是方丈遇到了困难，需要我们帮助。你说，只要能办到，定当不遗余力。是这样的，过2日。钟淼哥，这是做什么？准备一下，我们的香有可能要卖给大国寺。真的？徐城最大的寺庙？可咱们做的可不少啊。大国寺又是大寺，能说要就要吗？我今天也上街逛了，有几家大的香料铺子，听说他们是供应大国寺的。哟，你行啊，这都打听了。这不是跟着霍大哥吗？想好好学本事嘛。有前途，不过我信王妃，她说行一定行。王妃怎么样？什么香啊，我们的香。哦，谈妥了，我们有多少他们要多少，规制好，稍后有人来取。我刚才怎么说的？信王妃。好了，好好做。好了，低调些。仲毛，我给你单子，你再去选过些香料来。王妃，香料还剩下不少，还能再做这么多佛香。再接下来就不做佛香了，佛香就要卖给大国寺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，等再有大寺庙的时候再做佛香不迟。王妃，我去打听过行情，马车的价格比安泰镇要贵些，不过上次安泰镇咱们属于是捡漏，那么便宜的怕是不好再买到。不急，反正一时半会儿我们也走不了，买来也得喂马，反而麻烦，走之前买到就可以。哼，说不定会再次捡漏呢。有理。贝贝，你过来。让开一下，我的眼睛瞎了。行了，有这事派给你，你也去市场上转转，看看马的价位。行，我这就去。你们3个在说什么？坨坨哥说徐城有不少好吃的，全刀说没吃过。带上全刀，你俩一起去，想吃什么买一些。干什么的？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就敢胡乱闯！哎呦，客官，小的不敢，只是实在拦不住啊。这是在徐城，还轮不到你们几个外地人撒野。你们闯到我们院子里，到底是谁撒野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我问你们，是你们卖的佛香？没错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大国寺的香一直我们供的，你们凭什么横插一杠子？凭什么？哎呦，凭本事呗！谁的香好，人家就要谁的，人家又不是你爹，能一直用着你的。哎呀，没本事了，急了嘿！他是你爹吗？他是你爹吗？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！把这个扁毛畜生抓下来，摔死，煮汤。我看谁敢！让这个小胖子看看，我们到底敢不敢？干什么？想动武？问问爷几个手里的刀答不答应？本官也想看看，是谁要在此处动武？这位大人，不知你们是？本官是什么人，还需要向你交代吗？你又是谁？擅闯院子，还要持凶伤人，现在又质问本官，你倒是说说，你官居极品，竟然如此大胆！大人误会，我们是城中香铺的，听说有位制香高手，这才来以武会友。哟，以武会友，那可真是来着了。来，会吧！来呀，会吧！来呀，会吧！会吧！诸位，在下的香铺在徐城开了许多年，我敢说，除了钱家的铺子，我们就是老大。别的不说，就是刺史夫人用的香，也是出自我们的铺子。大国寺一直是我们供香，我们的香师那都是几十年的老师傅。你们一来就断别人财路，怕是不合适吧？废话少说，说破天是我们的香取胜，不服气就来会一会。哼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们走。营地，来。王妃有什么吩咐？你跟上去看看，看他们究竟是哪家铺子，再去找邱伯谦，让他打听一下，这家究竟是什么来头。他特意提到次师傅，定然不是寻常人。是。你是觉得他们与次师傅有关联？还不清楚，小心总没有大错。更何况现在是多事之秋。王爷、王妃，这2日情况如何？按照王妃所说，我让人盯着，没有打草惊蛇，还有人在买粮，但他们防备心很强，
而且多是挑一早或者一晚，出城的人不多，他们还有人断后，若是贸然跟踪，很容易就被发现了。所以这个暂时不要紧，早晚能查到。我来是给夫人交个底，以免夫人担忧。王妃，夫人，早在安泰镇发生变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猜到这些人不会善罢甘休。齐将军为我们出头，远赴京城，势必会让他们怀恨在心。说起来，这场祸事齐府也是被牵连的，是受我们所连累，所以我早已想好对策。王妃言重，同是朝廷臣子，大家同气连枝，岂有什么连累之说？夫人，粮食我有，远比他们买走的要多得多，就在城外的一处山寨中。你可放心，无论他们到时候想利用粮食生什么乱，都注定失败。皇妃远见，我自愧不如啊。夫人，今天我们来是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需要夫人早做准备。皇爷请讲。四师傅的佛事是为寻找小公子而做，夫人以为他们能找到小公子吗？说实话，我并不觉得这单做一场佛事就可以。如果方丈能指引他们找到，夫人以为如何？那方丈大师就真有些神了。他们一定会找到，只要找到小公子，才能证明大师真的受佛祖指引，他所做的一切才是名正言顺的佛祖指引。到时候谁善谁恶，都只是他一句话的事。夫人试想，等那时候还会有人质疑他的话吗？王妃的意思是，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引子铺路，真正的用意不是在那个孩子的下落，甚至都可以不顾他的死活，所以找一个弄得面目全非，就说是他，谁会反驳？他们真正的用意是摧毁齐府，把护城军握在手中。哼，做梦！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也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誓死护住夫君的名声。皇爷王妃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夫人放心，我们既然知道消息，就一定会相助。更何况此事因我们而起，齐将军又远赴京城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呀？齐夫人只当不知道此事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待事发之时，只要义愤填膺即可。另外，齐府内外要戒备森严，之前分成3个小队，有2队在外面，现在只留1队，2队守府。好，就按王妃所说安排。夫人，齐将军留下的2名副将如何？皇爷是说王明和马亮？他们都比赵副将要好许多，他们都是我夫君提拔起来的，更忠心些。夫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暂时还是先不要告诉别人，请你守口如瓶。守齐府还是以自己的府兵为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有点担心，齐夫人独自在府里，齐将军和齐小姐都不在，她身边也没有可以商量的人。暗卫已经到了，我安排2个人过来暗中保护夫人，你也不要太担忧了。齐夫人是女中豪杰，当年她父亲死后，所有人都以为山寨中群龙无首，必定要起内乱，连官军都等着捡个大便宜，但齐夫人就是凭一己之力力压所有的分寨寨主，让他们服服帖帖的。齐夫人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少女，没有婚配，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倚仗。真的？那可当真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是记，齐将军当年也是被夫人深深折服，一连被抓了好几次，又是送东西的，又是送兵书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赢得夫人放心。王爷和齐将军相比，费的力气也不少，毕竟有几个像你一样来回换着身份玩。玉儿，你听我说。哼，不听。仙女婶婶，我爹爹还没有回来。怎么回事？仲卯去采买，一直没有回来。银锭带人上街去找，一直都没有见踪影，实在是急人呐。还是没找到。之前让你跟着的那几个香料铺子的人，知道他们是哪家的吗？知道，邱公子也去打听，说晚点会送信回来。不要等了，去找他当面问。我去，我知道钱府在哪儿。我派人陪2公子去，现在都要保证安全。我也觉得和那几个人有关，他们不像是善茬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财路被人断，他们必定不会甘心。先查再说，大家都各自回去，谁都不要乱。母亲，您陪陪容氏，马大人查看一下，还有谁没有不在？外面有脚步声，贝贝和全刀一前一后进约。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你们去哪里了？头头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们就是……好了，回来就好，我正好有事交代你们，跟我进来。发生什么事如实说。王妃，王爷，
我们真不是故意的，本来是要回来的，但全刀说看到他妹妹了，所以我们就跟了上去，耽误了一阵子。在哪里？本来是在街上，我俩在吃馄饨，他抬头看到一顶轿子，然后就跑出去。我去追，他才说看到他妹妹，然后我俩就跟着轿子七拐八绕，还把人跟丢了。在原地等了许久，所以就回来晚了。你要做什么？王妃，求您帮帮我找找我妹妹。我爹娘死得早，就这么一个妹妹，我把她从小带到大，她要是出事，我没办法去见我死去的爹娘了。王妃，我知道我一无所有，我没资格求您帮忙，只要您愿意帮我，我愿意当牛做马，一辈子为您做事，绝不反悔。我可以签卖身契、死契。你先说，今天见到他是个什么情形？当时街上刚掌灯，光线有的地方亮，有的地方暗，我无意中一抬头，就看到一顶轿子过来，轿子很漂亮，窗帘浮动，我就看到里面那个人的侧脸。只是一张侧脸。我知道您可能觉得我看错了，光线不好，眼花，但真的不是，她绝对是我妹妹。别说是侧脸，就算一个背影，我也能认得出来。继续说。轿子走得挺快，我追出去就已经拐弯了，我紧追，但是还是跟丢了。我慢慢说，人是在哪里跟丢的？我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买了一盒粉，就是易容用到的那种。后来我跟着轿子的时候东绕西绕，我就怕跟丢，就把粉一路撒上。做得好。全刀，你去收拾一下伤口，我和王爷带贝贝去看看。我也。你不行，你现在情绪不稳，容易坏事。我给你妹妹画过像，能认得出来。你看见她妹妹了吗？看见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是指她整个人的神态、精神之类。王妃，我刚才没说是怕全刀生气，我觉着吧，我不是说模样啊，就是那个劲儿不像全刀的妹妹。怎么讲？您看全刀多淳朴啊，为了家人什么都能做，憨憨的。可那个女子，我不太好说。说。就穿的衣裳也不像是没钱的，头上还戴着花，手里拿着一把羽毛扇，那个劲儿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如果是走丢落魄，为了生计，又或者是落到一些人贩的手中，被卖到勾栏社之类，强迫卖艺，也不无可能。不是勾栏社，她身上有股香气，那香气比勾栏社女子用的香可名贵多了。我就是猜测，那些地方用的什么香，我也不懂。你准备一下，稍后换装，一起出去。凉茶伤身，我去倒热的给你。不用了，我也不渴，就是想冷静一下。当务之急是找到霍中莽，我担心他是……正说着，邱补谦来了。那家香铺一贯会用些阴招烂招，没少抢我姑父的生意，连大国寺的生意也是被他们抢走的。说重点。我马上说道，我姑父对他们很了解，也在里面安插了几个眼线，一听说王妃想打听，立即给眼线送了消息。结果其中一个眼线还真的看着了，说是傍晚时分，他们铺子里的一个掌柜就带人抬回了一个布袋去，那布袋长条形，还会动。是不是这个人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是个负责采购的掌柜，说是掌柜，其实就是流氓，手下养着几个打手，经常胡作非为。走。你们要去哪儿？当然是救人。不是，等一下，那家香料铺子是有来头的。什么来头？听说和经理人有关，否则我姑父也不会容忍他们，而且他们和刺史府也有关系。王爷王妃，我知道你们不怕，但现在不是情况特殊吗？要是被人抓住把柄，对你们也不利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倒是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。谁？我吗？银锭，把宋平叫来。宋平，有一个立功的机会，你要不要？王爷，王妃有何吩咐？宋平，霍中茂不见了，此事你知道吧？知道，王爷可是让我带兄弟去找。可以，我义不容辞。不是去找，是去要。要？王妃的意思是已经知道他的下落？正是，就是白天来找麻烦的那伙人，把他绑走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带人去，定把他毫发无损的带回来。不急，据查那家铺的背景不简单，应该是和京城以及刺史府关系密切。你去不只是救出霍中茂，还要探出口风，他们背后究竟是谁？救人好说，这探口风我不敢保证。他们若是嘴严或者……无妨，拿着东宫的令牌去，太子的人他们不敢违抗。就是这儿，那顶轿子从那边走来，
接着我们跟着去了那边。走。哎，就是这儿。我觉得有点绕，就开始撒粉了。一直往前都会有的，就这儿。我们走到这里，轿子就不见了，又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出来。怕您着急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你们先等在这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来了，有人来了。玉儿，这里是哪儿？定然出乎你的意料啊。哪儿？再往前走不远，拐过路口就是香料铺子的后门。就是那家绑了霍中卯的香料铺子。正是。哼，那就有意思了。你是先回去还是要？我要一起去，我得出份力。按位说，香料铺子前面是铺子，后面是宅子，前后中间隔着2层院子。前面的人若没有允许，是无法私自到后面来的。怎么了？光飞，这里也有粉。是霍仲莽放的，他是从这里被带进来，还是清醒的？他出去采购香料，所以就用这种方式留下记号。应该是了。走，就遇见一对巡逻的护约。一家香料铺子而已，竟然值得如此戒备，那就更说明有鬼，没准会有意外的收获。悄悄进屋，便看到地上放着个长条布袋。哎，我来。谁？我。王爷，王妃，怎么是你们？这太危险了。危险也得救你，难道还能弃你于不顾？先出来再说。不是说先关这家伙几天吗？还说要问问这家伙知不知道香方。问了，不肯说，挨了顿打也不肯说，这才说要给他几天的颜色看看。听说前面有人来了。什么人？咱们还能怕谁？钱家和咱们作对也得掂量掂量。不是钱家的人，我听说呀是从京城来的。哟，那可真是贵客了。贵不贵的谁知道？再说东家也是有靠山的。哎，李哥，你知道东家的靠山是谁吗？说说，我保证不外传。这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之前听管家说的。两人说着进门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后脑一痛就陷入黑暗。就是这里，没错了。不知道全刀的妹妹是否在，但这院子一定不同寻常。王爷王妃，你们看那边，那是轿子吧？会不会是全刀妹妹进来时坐的轿子？看来这里的人是固定守在这里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都不会走。王爷，你和贝贝在这里，我去就回。啊，你要去哪儿？去后房坡，放心，不会有事。如果一会儿听到巨响，王爷就去另一侧院墙外与我会合。可是，放心，这样最好。王爷，相信我。最多1刻钟。后墙被扎，里面的人也跑了出来。是的，还真的是很像啊。从容貌看，的确像，但天下相似之人很多。就像贝贝说的，他的气质和全刀实在不一样。王爷，你可认得那个男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还不知道，正在查。被叫，您没事吧？怎么没事？你去试试，快！我要离开这里。王爷，你们去看看那女子去了哪里，我再去制造点混乱，让周老板无暇顾及。那你小心，还是1刻钟。三人顺着原路往府外撤，霍长河一把把颜如玉护住，压倒。玉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此人不同寻常，你和贝贝先走，我来断后。放心，我能应付。好，王爷小心。贝贝，走。王妃，那个怪人还拿剑对准你。快走，有王爷在这里，不会有事。宋平出来没有？王妃，宋平，你们赶紧回去，别再停留。啊？那您呢？我得回去，王爷还在里面。我一同去。不必，你们都回去。走，小的，别太引人注目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把贝贝送出去，再然就回来了，总不能丢下你。这人什么情况？痛感很低，不正常。那就不是正常人，这味道也不像正常人。咱们速战速决。正想再次出手，颜如忽然感觉耳朵里一阵刺痛，然而面具人却突然转身，纵身跃起来，冲回树梢。玉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一会儿出去说。那个人应该是被控制的，是用一种哨。哨？可是我们刚才也没有听见哨声啊。我听见了，世界上的声音很多，有的人类能听到，有的不能。比如狗，他们的耳朵能听到的声音范围就和我们不一样，声音有频率，过高的频率我们就听不见，或者敏感的人能听到，但会觉得耳朵刺痛。所以说方才有哨声，我没听见，是因为哨声频率过高。你耳朵敏感，所以感觉到刺痛。那个面具人听到哨声走了，是有人控制他。对，这是此意。莫非此人就是莫先生和那个歹毒的老头要做的药人？是不是药人还不得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确不是正常人。可以断定，这家香料铺子应该和莫先生之间有关联。那你耳朵现在怎么样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？不会，放心，这样其实也不错。他们以为我们听不到，
这就直接暴露出此人和正常人不同，而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去。现在还不能回去，你忘了，我们今天晚上是来见全刀妹妹的。这不是一日之功，现在出现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能再冒险了，再找机会吧。今天府里正乱，今天之后恐怕他们防守会更严密，我们再想来可就难了。可是，那你在这儿等，我去。没事儿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她是女子，见你未必会放下警惕。都是女子，更好说话。而且，贝贝之前说她身上有香，也许我还能闻出来是什么。正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灯忽然亮了。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我是柳娇娇，徐城锁阴楼最红的头牌。你是哪里人？从小被家里卖了，不知道是哪里人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来问我这些？你有哥哥吗？没有，我都说了，从小被家里卖了，哪儿来的什么哥哥？颜如玉拿出画像，对着他展开。这不是我吗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这是你吗？你好好的看清楚。的确很像，但是又觉得哪里不太一样。和你在一起的男人是谁？我也不知，我为何要告诉你这些？如果你够聪明，就不要和任何人说见过我。怎么？你怕了？怕我叫人把你抓起来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可警告你，别乱来。周老板不是好惹的。你关于周老板，你知道多少？我只知道他有靠山，在徐城很厉害。你是谁啊？他说他叫柳娇娇，没有亲人，自小被卖，与全刀说的不符。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全刀的妹妹，虽然和画像上的很像，但气质完全不同。人的气质是种很奇特的东西，多数是经年累月，甚至几代人的积累，不像一些习惯能够刻意的练习或者培养。这一点我同意。西北有些流放的犯人，虽然日子清苦，但身上的气质与一般贫苦百姓还是不一样。不过他身上的确有一种香粉的味道，如贝贝所言，非是寻常便宜的脂粉香，是一种很淡雅的香。我回去以后还得再确认一下，才能下结论。今天太晚了，回去先休息，明天再说吧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妃，救命大恩，我们全家都铭记不忘。仙女婶婶，谢谢你救了我爹爹，要不是你和王爷叔叔，七香就没有爹爹了。不必这样，都是一家人。你又是为了我办事，按说你是被连累的。不敢，是我自己大意了。你也受了惊吓，伤可处理过了？都是皮外伤，不碍事。我知道他们打过你，问你要过香方，问过情况，但你什么也没说，也没给。应该的，为王妃效力，自当如此。我记下了，时间不早了，都去歇着吧。全刀，你随我来。我见过那个姑娘，她说她叫柳娇娇，从小被家人卖掉，没有哥哥。她的确长得非常的像，我让她看过画像，她自己都觉得像。全刀，我可以再帮你做一个测试，是与不是就能定论。可我要提醒你的是，如果不是，你也不要再执拗。天下之大，相似多矣。如果是，那你也要做好准备。与他相认，非一日之功。他不像说假话。至于为什么会忘了你，这其中必有缘由。好，我愿意听王妃，请王妃助我。助你可以，但你要保证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不可以一意孤行，不可以因此事钻牛角尖。是。你取一根头发给我，哎，2根即可，从头拔，不只要发尾。好了，你去休息，明日一早我自会告诉你。是。王爷在想什么？就凭这2根头发就能确定吗？不错。以前在西北时，我曾找过一个巫师，他妖言惑众，说什么能用头发、指甲做巫术，还能助那些女子绑住丈夫的心等等。王爷放心，我不是用这个做什么巫术，当初我就是用这个法子，确定瑞戈尔不是你的儿子。啊，竟是如此吗？就是此法，所以王爷可以信了，很准的。所以就劳烦王爷今晚委屈在此。王爷记得吹灯。多多小兰，过来，快点儿，我不想眼瞎。你醒了？王爷睡得好吗？还行，挺好。有结果了。
是什么？那个柳娇娇的确是全刀的妹妹，对全刀而言，不知道算不算好消息。那她是怎么回事？莫不是被人用什么手法换掉了记忆？王爷为何这么说？是见过这样的人吗？从西北回京城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一次，不过不同的是，被换掉的记忆的是个年轻男子，不认得父母，但那对老夫妇就说他是自己走失的儿子。曹俊一当时随我同行，给那个年轻人看过，说是他身上有一些古怪的伤痕印记，应该与记忆丢失有关。后来呢？人怎么样？当时我急着回京，后面的事究竟怎么样，我也不知。王爷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，柳娇娇和魁娘是同一种人？你是说他们都是被控制的工具？不错，魁娘也好，柳娇娇也罢，他们用的方法虽然不同，但他们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。一个被派来骗母亲他们，一个被派去引诱那个男人。还有那些被泡在药缸里的人，和昨天晚上的面具人。面具人有可能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为数不多的成功例子。我也是这么想。那也说明昨天晚上和柳娇娇在一起的男人一定身份不俗，找到他就能查到香料铺子和谁勾结，在徐城仗的谁的事，甚至有可能查到幕后靠山。我派人去查。不用去查这个人，去查哪个大户人家有人请了名医。昨天晚上之所以放他走，就是因为我给他下了毒。好，我这就去吩咐。长鹤呀，起来了。母亲，我还有点事，回来再和您说。大哥，你腿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你赶紧去忙吧。托托哥，你说王爷这腿是累的吧？哼，王爷下盘稳得很，扎马步能扎好几个时辰，什么能累着他？咱们去买服药吧。给王爷补补。行，走。全刀，柳娇娇的确是你的妹妹，不过她现在是柳娇娇，完全不记得你。至于原因，我一时还不知道，能不能恢复也不是很清楚。没关系，王妃，您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，真的，哪怕她以后不认我，不记得，我至少能跟爹娘交代，我妹妹还活着。王妃，我签卖身契，现在就签，死契。这事儿回头让霍仲卯和你谈。我要提醒你的是，昨天晚上你答应过我，要听从安排，不可妄自行动。是，我记得。王妃放心，我不会偷偷去找，必听从王妃安排。母亲，有事？如玉正忙着呢，我看他呀挺专注的，早膳都没顾上。我给他炖了汤，一会儿你端进去。行，我这就去。你一定要好好的疼如玉。我知道。光知道有什么用，要记住，记在心里。是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光记在心里有什么用，还要实际做出来。好，我心里记着，嘴上也说，行动上也做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那我去端汤。快去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王爷干什么呢？包汤。是药膳。王爷，我们给您包的药膳。大夫人给王妃煲的汤，我们也看着呢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属下给您端过去。不用，给我吧。你们两个刚才在嘀咕什么呢？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刚才出去买药，听说一个有趣的事儿。药堂里一个老大夫身边的小药童说，天还没亮就有人请他家先生去看病，架子大的不说，还特别怪，全程坐轿子，轿帘都封死，到地方还得隔着纱帘看病。然后呢？你们跟我去见王妃，一起说。忙完了吗？母亲说你早膳也没顾上吃，给你煲了汤。正好饿了，有事。他们听说了一件与看病有关的事情，我叫他们说来给你听听，边吃边听。我们是听一个药童发牢骚，说他师傅天不亮就被叫去看病，病人还架子特别大，不让看到脸。继续说。说那个人的病症特别奇怪，他师傅刚一搭脉，那个人就一哆嗦，一搭脉就一哆嗦，根本就没办法正常把脉。就是，最后他们师徒还一起被骂，说他们是废物。小药童气坏了，望闻问切什么都做不到，大罗神仙也难救啊。王爷您快吃啊。他们师徒又被塞进轿子里抬出来，眼睛还被蒙住，也没有把他们送回药堂，直接扔到路口不管了。小药童气得半死，
说他师父看了几十年病，还没有被这样对待过。我们还听说至少有2家药堂的大夫被神秘人请走过，但都被扔了出来。还有啊，好多人说那家香料铺子遭天谴了。天谴？没错，好多人都说一定是那家香料铺子的老板平时不干好事儿，所以半夜被雷劈，府里四处起火，还有水中火，水都能着火，天神得多大的怒啊！咔咔一通天雷地火。王妃，小人求见。进来说。王妃，街上都在传有雷神降世。雷神？是的，这也不是没可能啊。我以前在山寨的时候，就听他们抓的一个过路的山客说，安泰镇曾经就有过金甲武神现世。然后呢？金甲武神身高数丈，当时救了全镇的百姓呢。当时还有句顺口溜叫武神武神，镇守南天门，雷劈护城军，财仗定乾坤。武神使者，高大威猛又正义。哦呦呦，谁最厉害？使者，武神维护者。对，就是这词儿。还有呢？就是多夸几句。差不多行了，说屈城的事。哦，对，雷神降世不止劈了他的府宅，听说还丢了不少东西。王爷，您吃的什么？您为什么要吃这个？这个怎么了？这是……贝贝抓住他的手臂，两人合力往外拖。站住，把话说清楚。其实也……说实话，我以前在山寨的时候，那个大当家就爱吃这个。他说吃完了这个，威猛无比。这个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记得这个味儿，大当家叫他一夜七次郎。阴爹和贝贝一左一右，架上拳刀，飞快的没影了。把手伸过来，喏，把这个吃了。放心，这个没毒，就是火气会大一些。我出去一下。如玉啊，银锭和贝贝犯什么错了？怎么了？他俩被罚了，银锭被罚拿大鼎，贝贝背着布袋练蛙跳扎马步呢。别管他们，母亲，中午和晚上做些清淡的。啊，清淡的，那能行吗？我还说给你补补身呢。行，不用补，秋天气燥，清淡更好。那行，听你的。王爷以为那人会是谁？这种人无非就是非富即贵，富的我不太了解，可以问问钱家。有权势的除了刺史就是护城使，这2方势力而已。我想去试试。啊？是什么？神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去。王爷又不懂医术。你不是说那个人是中毒，只要解毒就可以，又不需要真的会医术。好了，王爷不必为此事别扭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银爹和贝贝也是好意，我们是夫妻，严格来说他们也没做错什么。那我们一起去，让贝贝给我们换装。站住！何事？你们是大夫？我是大夫，这是我的兄长。怎么，要看病吗？不过话说在前面，我有3不看。哪3不看？为富不仁者不看，当官不为民做主者不看，欺凌弱小者不看。年纪不大，事儿倒不少。你要是能看好，一切好说；要是看不好，光凭你提这么多要求，也得被揍一顿。天下没有我看不好的，除非已经断气会了阎罗。哼，越说你还越来劲，有没有胆量跟我走一趟啊？去哪儿？我弟弟说了，我们不是什么人都看，到了自然就知道。放心，真能看好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强行让人去看呢？要去也可以，我兄长必须与我一起。行，那就一起去。进去吧。慢着，干什么？只能大夫一人进去。不让我兄长进去，那我也看不了。我这个人就有个毛病，要看病必须得让兄长陪着。你们决定。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岂有你撒野？不知道。你们把轿子弄成那样，谁知道？我也不想知道。我是大夫，只想看病人，怪病难治的更好。好大的口气！实话告诉你，大夫来过不少，但没有一个敢像你这样放肆的。哼，那是你早没遇见我，早遇见你早知道了。要不要看随便你们，不看就拉倒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杀了我
行啊，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要杀了我，里面的病人也许一辈子都好不了。你闹什么？刘管家，这小子不听话，这么年轻的你们也找？您不知道，他们举着幡子，口气大得很呐。哎，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让他们进去试试。刚要进去，忽然院中一阵脚步声。是吗？快请进来。你等一会儿。他们是干什么的？